劈个柴石头裂了，悬崖走钢丝就大风。王一博还真有种老天爷都偏爱给他加戏的搞笑感。探索心境2刚开播，前脚粉丝还在许愿逆风如解意，石头莫摧残，后脚王一博变个石头劈柴，柴没事石头裂了，这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神功隔山打牛？让我想起了上一季他热带雨林拿个砍刀砍树，树没事刀头掉了，那精挑细选的户外砍刀也成了王一博上身至今没来认你的品牌。北美攀岩房车之旅也是一顿嘚瑟，然后走丢了，爬上爬下，人工导航失败后只能等工作人员救援。果然山和海的那边是什么？不用告诉王一博，他自己会去闯，但路的那边得提前说啊，因为岩羊也会迷路啊，就是不知道迷路的他俩到底在燃什么。就像王一博表面上作为一个专业赛车手算老司机了吧，结果房车开出了赛车的范儿，或是极限过弯，或是刹车时忘了手刹，因为 GT3 赛车没手刹啊，搭档都吐槽这不是赛车啊。最神奇的是，经过微导给他们安排的攀岩训练之米沙岩，岩壁上的高空扁担行走，两人表面上笑哈哈哈，听着费斯小姐姐介绍，实则是直呼巾帼。我也不会坑我们爸的，没招了，还是那种既紧张害怕，要我是主角还只能我先上的，没招还遇上了沙漠的狂风，关键这风史瑞的上的时候不来，就盯着王一博一个劲狂吹啊，人灯掉下去时，下意识也是只能护着前面护不到后面的无奈感啊。就王一博说他运气好吧，福星气质 buff 叠满说他倒霉吧，他还真又有种倒霉惯了的没招感，就像渡河前用尽肺活量吹了2次气了，结果忘了脱外套了时那种叹口气笑自己的感觉。关键这样的防护防水袋还进水了，咖啡和茶叶都泡水了，也就吐槽下水都黄了，都能直接喝了，在岩壁上自己刮掉，床的咯噔钉子松了，掉落的时候他的反应竟然 I told you， 看你掀起来 I told 又是歪的，你不信我，沙漠里眼睛不是被烟熏的，睁不开了就是进沙子了。忙活了大半天烤出一个半生不熟的焦饼，还得哄自己说自己给自己做了很难吃的一顿饭，然后默默地吃了一种活人感和牛人平静的风感，并存的感觉嘴都高反紫了。他会一本正经地和你说吃过的苦是苦瓜，就像他一边会自己掰掰让自己不要掉下去，会嘟嘟囔囔好难好疼好长一段啊，也会哼哼唧唧自己哄自己，转头两眼一睁又是嚯直接爬，那种观众看的胆战心惊是真的，单看的快乐和自在感也是真的。真就像他说的，幸运是老天爷加戏，倒霉也是老天爷加戏的偏爱。他有种可以平静地面对所有的困难的强大感，也自带淡然一本正经搞笑的幽默感。这种综艺之神吻过的孩子，真太适合给他单独开个节目了。王一博终于等来你的探索心境2，一部纪录片，胆敢选在工作日的上午11点开播，3分钟锁定 SVIP， 还没有大不评。这不只是王一博大胆，而是整个探索心境2都很大胆。真顶流果然不是吹，捧得上线仅10分钟就超过了上一部创下的高热度，甚至比探索心境1都大出卷。王一博的影响力更大了，只能说有头一部的高品质作为托底，这一季自然会更上一层楼。王一博一款内娱没有代餐的旅行青蛙，小说里也没写过的另类大明星，野蛮而鲜活的生命力自在而精彩，真正的人生旷野。难怪网友看了探索心境说，不是粉丝都可以被他圈粉，看完王一博攀岩的你会被他的笑给疗愈，你会看到生命力、好奇心、勇敢，这是一个人稀缺的品质，也是一个人活出本色的动能。他的清醒选择是拥有力量的，是活人感的一种鲜活生命力。王一博是有点奇特点在身上的，他说话很有智慧，他笑得很有点，他做事很稳妥，他自带反差感。整个探索心境很多高位的地方都在他的笑和囧中淡忘掉呈现出来的，是运动的乐趣与内在驱动力。我们的王一博真是使不完的牛劲，潦草又细腻，大件毛蓬松的素颜，起床就蹦跶，任何地方都要舞一下，开房车开出赛车的既视感，在土路上一路驰骋，就是忘记拉手刹，自己给自己笑一下，真的好可爱。有没有发现王一博说话很有点迷路了？人家说头一次出来就把自己弄丢了，走完扁担后开心的会说太奇幻了，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份从容，那可是100多米的悬崖啊，那口里说出如此从从容容的淡然，与什么人同行真的很重要。看一下这次与王一博一同出镜的户外大神果然是厉害，
出口成章不说，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感悟力不凡。结果微遇到王一博，笑开了花，隔着屏幕颠位都要溢出来，点个火都要鼓励，评价起来更是用词恰如其分，说王一博的意志力和内在驱动力很强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牛的舞者，才会有很离谱的攀爬速度。观察入微，很快就能感受到王一博的专注力很强，是一个对攀岩已经着迷的人。别看走扁带，王一博笑着玩下来，可是在整个过程中专注从容地面对恐惧，保持冷静，都在这条扁带中体现了。如同金国威说的那样，坠落的不是身体，而是等待坠落的那一瞬间，因为这是一种带有风险和恐惧的事，是实实在在的身体挑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有强大的心理自制力，锻炼我们从困境中挣脱出来。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不爱回内娱了，因为他属于大自然，他的生命在于不断探索，探索中他笑得真实自在，这不只是他热爱的，也是我们热爱的。幸好有你，王一博，你值得。王一博探索新境岸又爆开内娱最有种的男明星，拉到了一堆最有种的赞助，路虎有种抢不到，奥迪7年独占的王一博坚决成为探索新境2的指定用车，用开屏牌面宣示主权，豪车打架的剧情谁不爱看？勇闯天涯有种赞助第3季这结实，发现王一博身上还有友商代言，第4、5季果断抢人，现在赞助热烈赞助探索2。妥妥把博哥的人生当作自己的 slogan 代言矩阵，有种红牛上演极速爱情，在定档官宣2小时内即加入赞助安踏、海利、汉森等10几家品牌，对王一博就像开了追踪器一样。跟如果说吹别人商业价值，多少带点夸张成分，但在王一博这里那是真干的要命。巅峰期手握43只商务，如今经济下行，却依旧稳定在断层的30多只。近期奥迪连续7年续约丫，第3年首席最高头衔 SKG 到期，隔了几年又回签，更是品牌出去逛了一圈，回来发现内娱顶流依旧是他的商务圈神话。今年王一博到期代言续约率超过惊人的 95%，5年以上的代言多到能养活按个流量，真正一手扛起月华24年 60% 的总营收，一手扛起30多支粘性代言品牌的标杆形象，能让香奈儿为他破格待遇，也能带着真维斯在2024线上销售额达60亿，走到哪他都是当之无愧的财报爷，也怪不得有人说月华最大的商业机密就是王一博的合约，在王一博这里竞品是不存在的。前脚续约奥迪英杰会品牌大使，创下汽车品牌与艺人合作时长纪录，后脚路虎以赞助形式加入王一博的纪录片项目探索新境2，双方 battle 了800回合，还是让路虎挤了进去，不是来拆散这个家，而是来加入的，让竞品打破规则，争相靠拢。顶流之上尚有王一博，商业战场也被他搅得火热，代言横跨3大奢侈品集团，全球最高 title， 巴黎时装周3场大秀均声称为发布超级系列，32个代言全部为最高 title， 续约率超 90%。 果然王一博的待遇只有自己能超越，从舞台上掌控全场的唱跳王者，到岩地上探索自然的极限挑战，从2题金鸡奖一问华表奖的潜力演员，到赛车场不断超越的专业车手，从不用任何标签定义自己，却把王一博活成了形容词，1分钟的预告片，仿佛看到了他在极限中感受心跳，在挑战中活出了真实自我。这位央妈严选的青年代表正在用行动诠释什么是破界、跨界、创世界。